那就发了啊。主席，首长，哎，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周副主席，发到哪一级？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太好了！哎，对了，再来一点。好了，转一点啊，慢慢转着，转，慢慢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行，往东，往这边，慢慢来一点。好，可以了吧？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好，停。好，大家安静了。好了，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好。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期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3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戡乱剿匪，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是什么？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这个陈诚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翔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陈诚调离东北。陈诚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谁去都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目前，我们的3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1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我建议，让粟裕带3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一篇大文章啊。司令员，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子养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哎呦，好，陈老总啊！本来陈老总1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3支大军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子养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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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来，请。好，你们去吧。来，上座。来，君主。哎呀，来，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既然如此糟糕，这熊式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来。我有个电话要接一下，你们先聊，我去就来。好。慈修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老头子急以重大，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莫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君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议，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岳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
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美国人看过没有？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嘛。啊，定了。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好的，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好。大林，刺绣来了。哦，校长，刺绣来了。校长，东北的事情，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校长请。
校长，建生刚走啊？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哦，我看了。总体战，我觉得很好。好在哪里？来，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匹夫撼树，不自量力嘛。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嘛？大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校长保重啊！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东施效颦呢。原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丧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儿？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本来不是很好的吗？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阵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可是我早就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广田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是啊，希望在哪儿？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500-600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10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总裁，从东北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2个军，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莫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好。谁干的？给我站出来！大林，已经确定了，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暗度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对，老刘有文化，哎，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疯了吗？从哪儿弄出来？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您给指条道。阴间的道好走，去吗？你个混蛋！你想死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吃！你，把他给我带回去营养滚紧密！是。你呀！快起来，三边。没事，哎，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
撑不住了。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禁闭是不？就疾病所这边人少，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哎，咋着啊？有尿没呀？没尿啊？没尿撒一泡呗。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了。哎，打我！啥？打我！打哪儿啊？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懂了。打脸！快点儿！你！别走，你没事吧？去把刘参谋长叫过来，告诉他，我要给中央回电。是。情况怎么样了？已经超过1500字了，电文还没有结束。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2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晋冀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3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
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你看看，一个“均”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报告，花爷来电。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爷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喽。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直陈，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陈老总，您说是不是？你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李总，中央的回电到了。你还好意思哭？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娘，大妹，二妹，娘。呀！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你放了我们吧！三位兄弟，求求你了！三本哥，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啊！这事儿你知道吗？还有这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我不知道啊！你给我松开，我去看看啊！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三位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真只有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胜仗，你会省而发财了。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手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
也要完蛋了。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主席，主席，哦，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好，啊，主席，来，走。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我呀就整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
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啊！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谢谢周副主席。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2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3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工程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部。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部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拥背型和半拥背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主席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包大为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济南不可撤。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光庭，景福，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进。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是。其他部署不变，各自做好本分就好。是。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彼得总裁亲自嘉奖。是。开始吧。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帽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7旅东调。再派第15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17个连
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2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蒲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周副主席，电报。武清老总，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上，速度要快！团长，怎么办？所有人，骑警队，给我冲！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我不饿。报告，总统。不可能，不可能啊！大林怎么了？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来，超级同志，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摧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占据累积的结果。左明
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你看，慈修还在替他开脱。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慈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津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木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木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4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而国民党的部队呢，
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2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2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